喂，苹果3月份的春季发布会结束了，新产品呢也发布了。我相信你们如果购买了新产品，那现在大部分人应该也已经收到了。所以这段时间看起来好像在消息方面是有点沉寂的。但是我还是一直在比较关注今年苹果下半年将要发布的重磅产品，就是 iPhone 14。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关于14和14 Pro 系列的一些消息，看看它是不是符合你心目中对于它的一些期待。今天消息呢，主要有2个，第一个是关于 iPhone 的摄像头。去年在 iPhone 13发布之后，那我也购买了，然后我在大概2个月前也做了一期13 Pro 的使用体验。其中一个让我吐槽的点就是关于13 Pro 这个硕大的摄像头比12 Pro 又大了不少，而且即使是带上它官方的手机壳放在桌上也是不稳的，简直是逼死我们这些强迫症患者。那这一次在 iPhone 14，苹果是不是有把它改进了呢？答案是并没有。而且他们不仅没有把这个摄像头做小，反而把它做得更大了。那根据消息，这一次苹果是把这个摄像头的宽度和这个长度分别又提高了1到2毫米，而且还把它变得更加突出了。那苹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一定是有它的原因。对，因为这次苹果终于是把他们这个万年不变的1200万像素的主摄像头升级了，升级到了4800万像素，而且据说还能够有 8K 视频的录制功能。虽说是牺牲了一点这个外观吧，一点这个审美，但是在功能上有升级，也得说是一件好事情。不过我想说的是，大部分使用 iPhone 的用户真的用得到这么好的摄像头吗？那些真正的专业工作者可能还是更加偏好使用相机，特别是做一些比较严肃的创作的时候，肯定还是想用相机来拍吧。然后对于一些业余的用户来说，好像这么好的摄像头又有点浪费。但是无论如何，郭明基的原话是，这次苹果的这个4800万像素的摄像头将把手机中相机的摄影能力提高到另外一个高度，而且据说这个 iPhone 14 Pro 的 8K 设置的影片还可以在苹果将要发布的那个 AR/VR 混合现实头盔中直接观看。这个是有一点高级啊，但不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方式观看呢？我想象中那个头盔不可能说你把手机直接放进去，一定是通过蓝牙或者别的无线连接的方式直接在那个头盔上观看，通过 iCloud 也说不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那讲完了这个背面的摄像头，另外一个消息呢是关于 iPhone 的正面，就是屏下指纹解锁。我知道大家对这个屏下指纹解锁是心心念念了好几年，那其实我感觉已经过去了2-3年时间吧，苹果也没有把它带到 iPhone 上面。然后根据还是郭明基的消息，苹果在未来2年，也就是2023和24年，也不会发布任何携带了这个屏下指纹功能的 iPhone。其实2021年9月份的时候，郭明基自己讲过，他觉得在2023的下半年，苹果将至少发布1款带有屏下指纹的 iPhone。但是现在他自己又跳出来说，他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实现了。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苹果在最近发布的 iOS 15.4当中，其实已经解决了这个口罩解锁的这个麻烦，因为它让你即使戴着口罩也能够解锁 iPhone 了。从2年前，差不多是疫情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大家想要屏下指纹这个功能，很多人也是因为觉得口罩解锁比较麻烦。那其实苹果呢自己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如果你是苹果手表的用户，它先是更新了带着苹果表可以解锁你的 iPhone 的这个功能，然后在前不久也添加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直接支持 iPhone 支持口罩解锁这个功能。不过前提是你得使用 iPhone 12或者是更新的手机。其实之前就有消息说，苹果它在 iPhone 13测试的时候是测试了屏下指纹这个功能的，但很显然在发布前他们还是决定不把这个功能带到 iPhone 上了。我相信这也是他们自己有信心，因为他们在随后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应该就有计划要在随后推出手表解锁以及 iPhone 自己口罩解锁的功能了。不知道大家对于看不到指纹解锁会不会感到失望呢？其实我自己对于这个功能倒没有那么在乎，特别是现在口罩解锁功能出来了，而且我前不久也做了一期关于口罩解锁的一个 vlog， 如果还没看可以去看。在那 vlog 里面我就尝试了
用这个口罩解锁来进行普通的手机解锁以及支付功能，其实用下来发现它的反应速度是很快的，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错误的情况发生，除了一开始在设置的时候是有点让我摸不着头脑，不过设置好之后一切使用起来都很顺利，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不知道对于屏幕前的你，它会不会成为一个影响你购买 iPhone 的决定性因素呢？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关于摄像头情报的更新，以及屏下指纹情报的更新。那如果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你点赞、评论、转发，一键3连，多多支持。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